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我宣布全网最无语的白鹿，不是没资源，是自己做太狠。白鹿这波操作真的是把我无语到了极点，不是他没资源，也不是人气直线下滑，而是他自个儿作死做的，连老板都快撕不下脸来帮他遮羞。你听过于正说过啥？第一眼看到白鹿就觉得他是天王巨星，啥意思？我声音都沙哑了，天王巨星啊！你这话一出，不仅是吹牛，还很有可能是在捧杀。这2年娱乐圈那些顶流赵丽颖、杨紫、刘亦菲，哪个敢被自家老板这么高调的夸成天王巨星？根本没有。说实话，这种话一旦说出口，整个人都带着民众的放大镜，被放在显微镜下，放大每一个小动作。于正这招，难道真是良心发现，还是那种杀鸡儆猴式的战略？我看更像是后者。而白鹿本人呢？平时倒也踏踏实实的演戏，没啥大动作，但是好家伙，他的星途却被弄得一团浆糊。老板于正这一高调吹捧，乍一听像给他捧场，实际上压根儿就是变相给他下套。你想啊，真正的巨星是可以不靠老板吃饭的，粉丝基础雄厚，能自己决定走哪条路。而白鹿，即使粉丝再多，也逃不过老板的掌控，一言不合，资源马上卡死，想跑门都没有。这捧杀啊，简直是行走的雷区。喜欢白鹿的人看到这话，难免尴尬，粉丝的心态瞬间崩了。老板在公众面前把自己家艺人捧成巨星，那就是夸得跟天上掉馅饼似的，结果落地时，粉丝却发现不过是个空壳。没有更好的剧本，没有爆款的支持，光有嘴上的夸没用，资源上没实打实跟上，能顶得住吗？而且说白了，于正这人吧，很懂得玩套路，给白鹿戴个天王巨星的大帽子，一方面塑造形象，另一方面也是给他设个关卡。资源是有限的，老板越显得他多牛，越可能使其他资源方观望。毕竟谁知道这巨星能不能扛得住大场面？等到现实一拍脑袋打脸，白鹿只能苦笑，明白这无疑就是在逼着他要么爆发，要么尴尬滑落。我还听说过，娱乐圈里不少明星刚开始被老板吹成未来之星，结果资源被卡到死，拍不到好剧，宣传到荒废，而这些巨星最后换老板的换老板，买气与不买裙带。是的，巨星的特色就是敢脱身，敢闯闯，能走自己的路，不用看别人脸色。白鹿这回看来还真是被自个儿老板圈养得太深，憋得慌得很。其实追星这么多年，我见多了形形色色的童话故事和跌落神坛，但最不爽的就是这种嘴上美丽心里残忍的套路。白鹿不缺努力，也不缺潜质，可惜命运没给他更多弹药，只用老板的话把他狠狠捆死，还要自己心甘情愿地做天王巨星的囚徒。哎，真心希望白鹿能醒醒，别只听老板的空喊口号，光靠花言巧语，你的路是走不远的。要么证明给大家看你真是天王巨星，要么放开手脚，自个儿拼，别被那些过度捧杀的光环绑死。娱乐圈的路，永远是那句话，没人给你铺路，自己踩下去的才是真的。看着白鹿耗在这不停折腾，我有点像看着一团乱麻揉不开，看着期待满满的花儿变得越发疲软。我不是要泼冷水，但太多艺人被老板这样玩弄感情，最后彻底凉透，你说这样算不算最无语？白鹿，别让这场天王巨星的秀场变成你的牢笼，真心希望他能挣脱这层虚假的光环，活得漂亮，活得自在。2. 白鹿奔跑吧中表情管理遭质疑，网友建议借鉴张若楠的从容应对。本期综艺观感愉悦，制作精良，
张若楠与王楚然的精彩表现令人印象深刻。在本期节目里，白鹿作为固定女成员的表现引发了网友的热议。网友不满的理由很直接，白鹿的表情没控制好。游戏进入尾声时，选手们必须找到并拿到2张红美人卡片才能取得最终胜利。手持黑色玫瑰的队伍将接受惩罚。在游戏环节中，沙溢与王楚然成功获取了1张红美人，这使得他们的组合从基础状态提升至白牌配合红美人的状态，距离胜利仅差再获得1张红美人。白鹿的装扮采用了暗色玫瑰配亮丽红唇。当时王楚然突然喊了一声，白鹿开始护着名牌了。此时起，他们便铁了心要与白鹿彻底翻脸。随后，双方达成默契，王楚然与白鹿团队通过口头协商决定共同针对他人。沙溢冷不防撕下白鹿的名牌，他脸色立刻沉了下来，整个人都显得很不高兴。他们一再讨论与比赛无关的话题，试图用道德约束来说服沙溢保持原名牌。建议观察白鹿在图片中的表现，有兴趣的话还可以观看完整视频，表情变化十分真实。此刻，屏幕上飘过的弹幕纷纷对白鹿开启了调侃模式。平心而论，白鹿遭到非议确实事出有因。在《奔跑吧》这个节目里，突然袭击本就是游戏特色。沙溢扯下他背后的名牌时，他其实没必要把情绪全写在脸上，不必如此逼迫沙溢，更别在非录制时段强迫他表态不换。举个生活中的例子，就像打篮球时被人盖帽了，心里难免会憋屈和不甘心，这种反应完全可以理解。综艺节目里甩帘子确实不合适，大家谁没在游戏里使过点小手段？要是个个都当场翻脸，节目还怎么拍下去？作为固定女 MC， 这点职业素养总该有吧？观众对白鹿的指责并非没有道理，除了已知的原因外，更主要的是她作为节目固定女嘉宾，自名牌被撕下开始，便全程带着负面情绪，这种低气压的表现一直延续至节目录制的最后一刻。小鬼王琳凯表现得很积极，但水平有限，白鹿则彻底没了斗志，完全在敷衍了事。白鹿状态明显反常，观众立刻就能注意到。有人觉得沙溢不该和他调换位置，可这种情况他还能怎么处理？以他的敏锐度，会察觉不到对方的异常吗？真意外有人遭到突袭就情绪失控了。奔跑吧白鹿遇恶搞当场变脸，观众直言其反应欠妥。张若楠的沉稳表现值得参考。被人阴了就正面刚回去，玩游戏图个痛快，收了节目组的钱就拿出专业态度。观众买票可不是来看你甩脸子的。范丞丞丢下张若楠后，他独自玩得很尽兴，并未因联系不上对方而影响心情。张若楠遭淘汰时，郑恺打趣说他抛弃你了，他居然若无其事地哼起小曲来。假如白鹿当时得到这样的建议，最终呈现的效果就不会这么差，也不会被观众在弹幕里各种嫌弃了。